一把锋利的太刀深深嵌入男人的面部，可当刀锋移开之后，男人的脸上却没有出现半滴血液。原来宫本武藏并未打算杀死独步，刚才他只是将刀刃垂直的压下去，并没有拉动，所以根本不会见血。要知道，刀是依靠拉动时产生的摩擦来进行切割的，所以斩击时一定要配合挥动才行。而这一切的起因还要从2分半钟前说起。独步为了在宫本武藏的面前露一手，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，直接一拳击穿了3层加厚的水泥石板，紧接着再一掌划过，玻璃瓶瞬间就被整齐的切开，最后以掌化拳将瓶身击穿，瓶子却没有丝毫晃动。可宫本却是面无表情的接住飞来的玻璃碎片，见此，独步再次跃至空中，一脚就将碗口粗的木桩踢成了2截。此时，独步所有的绝技都已展示完毕。不过，在宫本的眼中，独步的招式更像是舞蹈表演。听此，独步脸都气黑了。他质问宫本，敢不敢用自己的身体来体验一下这段舞蹈？两人的气势瞬间暴涨到了极致。下一秒，独步直接一记凶猛的头锤撞向宫本，然而他的速度还是太慢，被宫本武藏一把按住了脑袋。随后，宫本在手中把玩起独步的头来，被调戏的独步迅速后撤，拉开距离。眼看独步有点不乐意了，宫本安慰道：“其实你的空手道还是很厉害的，如果刚刚的那些招式用在普通人的身上，那么对方必定非死即残。”可独步还是咽不下这口恶气，他要让宫本付出抚摸他光头的代价。此时，宫本也知道想要让对方知难而退是不可能的，于是他伸出双臂，摆出了2天1流的架势，手中隐约浮现出2把用意念构成的太刀，强烈的压迫感如潮水般袭来。下一秒，宫本持刀向着独步刺去，独步见状连忙用手臂抵挡，可宫本却猛然将刀刃反转，狠狠一刀从独步的肩膀处劈下。趁着独步愣神的功夫，紧接着宫本又是一拳直接将独步击飞了出去。然而在倒地的瞬间，独步用单手撑地，将自己的身体支撑起来。重新站起的独步不禁感叹这一拳的威力，但很快他就摆好架势，准备再次开打。见此，宫本一脸的疑惑，刚刚那一刀明明已经将独步劈成了2半，但独步却认为自己没有输。虽然刚刚那一刀的确让他感觉是被砍中了，但感觉终究是感觉，只要他还没有倒下就不算输。见此，宫本也明白了独步的意思，他向德川借来了家中祖传的宝刀国虎。宫本仔细端详着宝刀，这把刀在他的眼中也只能算是勉强合格。有了宝刀在手，宫本更是如虎添翼。德川提醒独步要小心，可独步却自信地表示，空手道家的手掌就是最好的兵器。听此，宫本被逗得哈哈大笑。一个只会耍杂技的光头还敢自称武神？听到这话的独步瞬间气炸，他猛地跃至空中，向着宫本武藏冲去。然而这一刀并没有将独步一分为二，刀刃只是陷进了独步的皮肤里，并没有真正的砍下去。虽然独步并没有被一刀2断，但是他的战意却被这一刀彻底砍碎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是总结解析。看完这一集就一个感觉，范元终于让武藏拔刀了，而且第一个拿来试刀的对象就是空手道武神余地独步。独步率先发起攻击，短暂交锋后竟让他自信心爆棚，主动要求武藏使用真剑，真不知道是该夸他勇还是该说他头体。这一战本质上是让独步当刀架子，帮观众实测400年前剑豪配真剑有多离谱。结果毫无悬念，独步被一刀撂倒，完美诠释了现代格斗技，在传说剑豪面前连个响都听不到。说白了，这集的核心就是让武藏完成现代首秀。前面几集铺垫了那么久的压迫感，这一刀砍下去，所有观众悬着的心都死了。确认完毕，这怪物确实不是人力能抗衡的。